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6季第3集。这天，内德正在家中给上帝手办上色，两个儿子找到他，希望帮忙做环保作业，找出家里的2齿吸血鬼。内德当然明白啥是吸血鬼，插了一圈插头之后，内德突然发现自家的电量还是超负荷状态，定睛一看，辛巴居然用他家的电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摩天轮。内德找到辛巴兴师问罪，却发现辛巴不仅在偷电，还用了他的冰箱偷他们家的电来冻肉，这下可把内德气坏了。他丢下一堆肉，推着冰箱就回家了。这些冻肉离开了冰箱就开始融化，辛巴大受打击。这时辛妈站了出来，准备将这些肉全部处理一下，做成三明治。辛妈开始了极限抢救，这一大堆肉在他手下被烹饪，而辛巴只能坐在客厅，好比等待妻子生孩子的父亲一样。我估计小金他们出生时，辛巴都没这么着急过。而辛妈的处理堪称完美。忙碌了一夜之后，他在第2天早上做好了三明治，众人惊喜不已。辛巴更是感慨，他的妻子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，如果可以，他希望辛妈能把小新也改造改造。显然，辛巴又把自家孩子想象成食物了。当晚，辛小妹在入睡前拜托辛妈给他们多装一些三明治，小新也提出了这个请求。辛妈纳闷说：“咋了？你俩是要以吃解忧？”但俩人摇头否认，他们是准备第2天将三明治带到学校里去售卖。于是辛妈第2天去了一趟学校，一进门就看见孩子们都在吃三明治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个叫特鲁迪的女人热情地告诉辛妈，现在有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在她面前。原来特鲁迪是婆婆三明治连锁店的宣传副部长，她问辛妈想不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。辛妈想了想家里拮据的经济条件和永远存不到钱的存折，而眼下送钱的机会就在眼前，辛妈便答应了开店的邀请。当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时，纷纷对辛妈的做法表示了支持。只有小新问了一个问题：汽水续杯怎么办？辛妈说：“那还能咋办？买大杯就免费喝呗。”这时，辛爸告诉妻子，自己曾经靠这个 bug 喝破产了一家必胜客。然而，总部没有给辛妈后悔的机会。婆婆三明治的店铺很快搭建了起来，可店门还没开业，阿壳就带着猴子来店里捣乱了。好在辛妈眼疾手快，用火腿收买了猴子。特鲁迪告诉辛妈，他尽管放心开业，食材和设备总部会帮他解决。辛妈松了一口气，既然开了店，就少不了招聘店员。可惜来的店员不是破产的可怜人，就是态度无所谓的肖娜，以及口齿不清的教授。辛妈明白了，自己其实根本没得选。临近开业的前一天，辛妈十分紧张，她试图找辛爸谈话。辛爸被吵醒后说是找对人了，他给辛妈说了自己之前的辛酸往事，俩人忆苦思甜，讲到最后倒成了辛爸给辛妈倒苦水了。说罢，辛爸倒头就睡，辛妈没被开解，反而成了被倒苦水的人。偏偏祸不单行，开业第1天，店里先是出了打2份工的员工，又有辛爸的虚假宣传，最后无人机送餐变成了气球送餐。见店里一直没什么生意，辛妈便算起账单来。她发现总部总想让她买很多东西，比如员工装、设备，他们完全不考虑分店赚不赚钱，只要总部赚了钱就好了。辛妈感慨，这是什么样的公司才会这样做啊？笑死，明星火锅连锁店呗。更惨的是，可怜人吉尔告诉辛妈，肖娜不是个好人，她在盗取店里的营业金额。肖娜被逮了个正着，辛妈决定将她开除。没想到肖娜根本不带怕，她甚至引诱了一旁的服务员一起离开。店里一下损失了2名员工，而晚高峰即将到来，一大批客人蜂拥而至。辛爸果断接手了制作员工的工作。等到晚上兄妹俩回来的时候，就看见辛爸在做三明治。辛小妹不由得感慨，咱爸以前好歹还是个核工程师，怎么会落魄成这样子？这时辛妈让2兄妹也加入干活队伍，辛小妹不屑地笑了，小新更是直言，干活是不可能干活的，只有辛妈开车接送他们上学，并且给报昂贵的兴趣班，而他们却不感兴趣，假装肚子痛都不去兴趣班。这种事情在美国小孩身上也是正常的。看给这俩孩子惯的，辛妈当即把人赶去洗青椒和炸薯条。小新看着油锅，心想他40岁时估摸着就是这个工作，现在就去熟悉熟悉工作流程，到时候面试都方便点呢。当小新流畅地撕开薯条放进油中时，他体验到了世界尽在他手的掌握感。他天生就是
适合炸薯条。见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样子，辛妈感动不已，她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这时吉尔也跑来说，相信在辛妈的领导下，这个快餐店一定会变得更好。但辛妈遗憾地告诉吉尔，他已经被开除了。于是开业第1天，3名员工纷纷失业。但在辛普森一家的配合下，三明治快餐店很快就营销了起来，客人们源源不断，补货也来得很快。辛爸的气球外卖也派上了用场，小辛甚至还能帮忙讨要小费。出乎意料的，他们居然真的让这家店盈利了起来。当辛妈关上门走出店铺，抱着孩子们感慨美国梦的第一步就是从这个小店开始。没想到小辛却突然指着对面大喊：天哪，那是什么？辛妈一抬头，发现就在他们的对面居然又开了一家婆婆三明治快餐店。不仅如此，对方出餐速度还快得离谱，辛妈气愤不已。这时辛爸安慰她没事儿，因为他们是家族企业。没想到一开门，里面居然是克莱斯特一家子。行吧，正宗的家族企业搁这儿呢。不仅如此，克莱斯特仗着孩子多，还能让他们白天夜班轮流上班。这一下一家人大受打击。小辛要去参加眼镜仔的生日宴会，都需要和辛妈请假之后才能去。辛爸苦等了半天，终于等来了一个客户，没想到对方居然是秃头和小蜜。秃头本来打算追究辛爸长时间没去上班的责任，没想到一进门他就对店里的站牌一见钟情，于是放弃追究责任，将站牌带走回家了。当晚辛爸提着裤子找到辛妈，因为这段时间的忙碌，他居然都瘦了下去。辛妈忧愁不已，最后他决定去老谋子的酒馆一醉解千愁。此话一出，辛爸的裤子自己都下回去了。老谋子的店内放了一段克莱斯特家的快餐店的广告，辛妈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他们家的生意比自己好？这时兰妮和卡伦提醒辛妈，因为人家有外卖服务啊。辛妈大受打击。这时老谋子给辛妈出了个主意，可以帮她摆脱合同，但这个办法用了之后，辛妈就永远不能再进入餐饮行业了。辛妈当然答应了下来。于是第二天他叫来了特鲁迪，指着对面的店说着不公平。不曾想特鲁迪微微一笑，说他是选美走上这个位置的。辛妈秒懂，这不是个干正事的。这时辛爸假扮的客人正式入场，小辛先是用咖啡对他进行了致命打击，接着又是医疗箱和灭火器的攻击。辛爸惨叫着走到特鲁迪面前，说自己是100万跨模，并让他们赔钱。特鲁迪立刻推卸责任，而辛妈却掏出了合同，说合同中有提到总部应当对分店员工培训。特鲁迪也挺震惊的，他没想到辛妈居然会看这又臭又长的合同。最后为了摆脱责任，特鲁迪只好将辛妈开业的本钱还给了他。最后辛妈摆脱了快餐店，一家人感慨不已，他们居然能斗过美国的大公司，还能保本不亏，太厉害了。但辛妈却忘了，为了开售这个连锁店，他们投入了多少精力进去。这连锁店的营销手段还真和某些卖品牌的网红店一样，大家前往擦干净眼睛，别被骗了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哦。我是汉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